腿部真的是寿命的关键。俗话说，人老脚先老，又有人形容走不了路，生命就结束了。这绝非危言耸听。一位78岁的林先生每天都有散步运动的习惯，看起来身体硬朗，没想到有天在浴室滑倒，髋部骨折，不到几个月就并发症缠身离开人世。资深骨科医师看到这样的案例无比痛心，他警告我们，光靠每天走路是不够的。许多长者就是因为忽视腿部的保养与锻炼，最终失去行动力，提前结束原本可以延续更久、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。这位经验丰富的陈医师今年高龄88岁，仍然坚守在医疗第一线。他行医将近60年，治疗过超过12000名病患，从无数病例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，老年人有 85% 的病痛都是从腿部开始的。许多人以为腿脚退化是自然老化，无可避免，但陈医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腿部问题并非纯粹年龄造成，而是源自常年忽视照顾所致。我们往往年轻时不在意腿脚健康，等到走不动了才追悔莫及。幸运的是，他根据数十年的临床经验，总结出维持双腿健康的4大核心秘诀。只要再懒，也坚持做好这4件事，活到90岁，双腿也依然硬朗有力，不需要坐上轮椅拖累家人。第一个重点是改善腿部的血液循环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很多人下肢血液循环变差，常觉得脚冰冷、发麻，或是静脉曲张、水肿。血液循环不好，腿部组织得不到充足养分，废物代谢变慢，加速老化。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方法来活络血脉。陈医师建议每天做踝泵运动，平坐或平躺时抬起双腿，像踩油门一样反复脚尖朝上、朝下活动脚踝。别小看这个动作，它有第2颗心脏支撑的小腿肌肉会一张一弛，把血液从腿部往心脏推送，预防血液瘀滞。早晚各做30下踝泵，能有效减轻腿部肿胀和沉重感。除了运动，热水冷水交替泡脚也是促进循环的妙方。睡前用温热的水泡脚10分钟，使血管扩张，随后改用稍凉的水泡半分钟至1分钟，让血管收缩。如此热热冷冷交替数次，就像给血管做体操，增加弹性，促进血液流动。同时，热水泡脚还能放松腿部肌肉，改善晚上抽筋的情况。抬高腿部休息也是简单有效的方法，比如躺在床上时，在小腿下垫个枕头，或是靠墙抬腿15分钟，让双脚高于心脏，这能帮助静脉血回流，消除一天的腿部肿胀和疲劳。最后，别忘了腿部按摩，轻柔的按摩小腿和大腿肌肉，或以手掌从下往上推按，可以刺激血液循环，减轻筋骨僵硬。每天抽空揉揉小腿肚、踝关节，长期下来腿会变得比较有力轻松。血液循环一好，腿部细胞得到充足营养和氧气，老化速度就会放缓，行动也会更有劲。第2个秘诀是增强腿部肌力。不少长者行动不便，并非因为疾病，而是单纯肌肉太少、太无力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肌肉会逐年流失，特别是大腿和臀部肌群。如果不主动锻炼，到了70多岁时，肌肉可能不到年轻时的一半。肌肉就像腿部的马达，没有足够的马达力，您可能连从椅子站起、爬几阶楼梯都费劲，更别说长距离行走。肌力不足还大大提高跌倒的风险，很多老人家就是因为腿部无力站稳，一个踉跄跌倒后骨折，身体每况愈下。所以中老年人一定要有计划的训练腿部肌肉，练得腿上的肉结实有劲，才能支撑我们的身体安全行走。其实增强腿部肌力并不需要上健身房举铁，陈医师特别推荐4个简单的居家训练动作，任何人都能从中受益。第1招是椅子坐立，找一张稳固的椅子坐好，双脚与肩同宽平放在地，背挺直，双手交叉放胸前或者自然下垂，然后不用手扶椅子，靠腿和臀的力量慢慢站起来，再缓缓坐下，如此反复。刚开始可以做5下或10下，随着肌力提升再逐渐增加次数。这个动作锻炼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和臀大肌，是维持站立和行走力量的关键。有了这股力量，
日常如从沙发起身、上厕所蹲起都会轻松许多。第二招是靠墙半蹲，背靠墙站立，脚尖朝前，离墙大约半公尺，慢慢屈膝滑下，仿佛坐在一张隐形的椅子上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感觉大腿用力承受体重。刚开始膝盖可以只微微弯曲，随着能力增强再蹲深一点，保持这半蹲姿势5到10秒钟，然后用腿力撑起身体回到站姿，重复几组。靠墙半蹲能强化大腿前后肌群和臀部，而且因为背有墙支撑，相对安全，不易失去平衡。长期练习可大幅提升下肢的稳定度和支撑力。第三招是单脚站立，这看似简单，却是衡量腿部综合能力的试金石。您可以扶着椅背或墙壁，先抬起一只脚离地，尝试单脚站几秒，然后换脚。随着练习，可以尝试不扶支撑物，单脚独立站立更长时间。许多研究指出，能单脚站立超过10秒的长者，整体平衡感和身体机能都比较好，平均寿命也更长。因为单脚站需要腿部肌肉力量和协调，大脑反应共同配合是身体老化程度的指标之一。每天练习单脚站立，可以锻炼足踝的小肌肉群和本体平衡感，预防跌倒。刚开始哪怕只能单脚站2-3秒都没关系，持之以恒，慢慢就能进步到10秒、20秒。记住，训练时一定要在旁边有支撑物或有人保护，以免一时失去平衡。第4招是踮脚尖提踵，双手扶着墙或椅背站好，脚跟慢慢提起离地，用脚掌前半部支撑全身重量，踮起脚尖站1秒，再放下脚跟回到地面。重复这个动作20下。提踵主要锻炼小腿肚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，这些小腿肌肉强壮了，不仅行走时推进力量更大，小腿肌肉收缩还能帮助静脉血回流心脏。很多人年纪大了，走路拖拖沓沓，没办法健步如飞，就是因为小腿力量不够。透过每天提踵，您会发现走路变轻快，爬楼梯时腿也比较有劲。另外，小腿有力对保持平衡也很重要，脚踝不稳的人容易摔，锻炼小腿就是在保护我们的脚踝关节。以上这几个肌力动作，贵在每日持续。一开始量力而为，不需要勉强做太多，避免肌肉拉伤。哪怕每天每招只做5下，日复一日也会看到进步。重点是养成习惯，让肌肉知道用进废退的道理，常用则存，不用则退。我们看到许多70、80岁的长者，透过简单的力量训练，重新锻炼腿脚，几个月下来，肌肉量明显增加，走路稳当多了，人也变得有精神。就算到了耄耋之年，肌肉依然可以透过锻炼来强化，只要肯开始，永远不嫌迟。第3个秘诀是补充正确营养，给双腿提供强健的燃料和建材。再勤奋的运动，营养跟不上也难以长肌肉、强骨骼。年长者常面临食欲下降、吸收功能变差的问题。如果营养不足，腿部肌肉就容易萎缩，骨质变脆，循环变差。陈医师特别强调，中老年人要注意摄取足够的蛋白质。蛋白质是肌肉的原料，没有它，锻炼再多肌肉也长不出来。许多老人家饮食以清粥小菜为主，蛋白质严重不足，导致身体逐渐瘦弱无力。建议每餐都要有高蛋白的食物，例如鱼、鸡蛋、瘦肉、豆腐、牛奶等，特别是深海鱼。陈医师极力推荐长辈们一周吃2到3次富含油脂的深海鱼类，像是鲑鱼、青鱼、秋刀鱼、沙丁鱼等。这类鱼不仅蛋白质丰富，还含有对心血管有益的 Omega-3 脂肪酸，能抗发炎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减少腿部血管堵塞的风险。同时，鱼肉容易消化吸收，对消化功能较弱的长者来说，是理想的蛋白来源。有研究发现，经常吃鱼的长者肌力流失的比较慢，关节发炎疼痛的情形也比较少，可见深海鱼对腿脚健康的注意。除了蛋白质，均衡多样的营养也很重要。陈医师建议饮食中要有5颜6色的蔬果，也就是所谓5色食物。不同颜色的蔬果富含不同的维生素和植化素，例如深绿色的蔬菜、红色的番茄和樱桃、橘黄色的南瓜和红萝卜、白色的蒜头洋葱、紫色的茄子和蓝莓等等。当我们的餐盘越缤纷，
代表摄取的营养素越全面，腿部肌肉骨骼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就不予缺乏。例如钙和维生素 D 有助于骨骼强健，预防骨质疏松，镁和钾则影响肌肉收缩的效率，维生素 C 有助于结缔组织和血管健康，维生素 E 则可减缓腿部衰老。因此每天至少5份蔬果，颜色要多元，是给腿部最好的礼物。充足的水分也不可忽视，水虽然没有热量和营养素，但它是生命之源，参与身体一切代谢。当年纪大了，口渴的感觉没那么灵敏，很多长者一天喝水不到2-3杯，导致身体处在轻微脱水状态，血液粘稠度增加，循环就变差，营养送不到肌肉，代谢废物也带不走，腿自然容易出问题。长期缺水还可能引起肌肉抽筋和关节润滑不足。陈医师建议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，别等口渴才喝。一般而言，每天至少喝6到8杯水，约1500到2000毫升。当然可依个人体型和活动量调整。如果觉得白开水没味道，可以泡杯淡茶或添加1片柠檬片增添风味。总之让身体保持在水分充足的状态，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才会顺畅进行。我们的肌肉关节仿佛机器，水就是润滑油，多喝水腿脚才能运转灵活。如果有肾脏或心脏问题需要限水的长者，则应遵医嘱调整饮水量。但大多数人勤补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最后一个秘诀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处处留心保护我们的腿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习惯，日积月累会对腿部健康产生深远影响。首先是避免久坐不动。现代人包括退休长者都有久坐的倾向，一坐在沙发或电视前就是1-2个小时。久坐会让下肢血流减慢，肌肉长期不活动变得僵硬无力。陈医师建议实行30分钟法则，每隔30分钟就提醒自己起身活动一下。您可以设定闹钟或计时器，每半小时响一次就站起来走动几分钟，伸展一下腿部。哪怕只是起来倒杯水，上个洗手间，在客厅踱步，都比一直坐着强。这个习惯能防止血液淤积腿部，也唤醒休息的肌肉，促进新陈代谢。一天累积下来，额外多走了好几圈房子，对心肺和腿力都有帮助。很多办公室族群靠这个方法摆脱了久坐的腰酸背痛，长者们也一样适用。再来是维持正确的坐姿。也许您想不到，坐姿不良对腿脚健康也有影响。最常见的是翘2郎腿，不少年轻时的习惯带到老，觉得这样做比较舒服。然而翘腿会压迫一侧大腿的血管神经，导致腿部循环变差。麻木也可能造成骨盆歪斜、脊椎侧弯，间接影响行走平衡。正确的坐姿应该是双脚平放在地板，膝盖约呈90度，大腿与小腿夹角自然，腰背挺直有靠。这种姿势能让腿部血液通畅，不会压迫关节。椅子的高度要适中，太高脚踢不到地，悬空会拉扯大腿后侧，太矮膝盖高度超过臀部，又会增加膝关节负荷。如果椅子过高，可以在脚下垫一个小板凳，让脚踏实。椅子太矮就加个坐垫。对于长者，沙发不要坐太软太陷下去，否则站起来困难，也容易拉伤膝盖。坐一会儿就改变一下姿势，伸展一下腿，如此腿部的筋骨会比较灵活，不容易僵硬。选择合适的鞋子也是保护腿的重要一环。双脚是腿的基础，鞋子就像地基，若不稳固，建筑物也会跟着摇晃。很多长辈在家喜欢随便穿拖鞋，甚至打赤脚，但地板湿滑或鞋子松脱时，非常容易绊倒或滑倒。前面提到的林先生就是因为赤脚在浴室滑了一下，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。为了预防类似悲剧，我们务必要穿着防滑且支撑性好的鞋。室内也建议穿一双合脚的布鞋或有防滑底的拖鞋，不要赤脚走在瓷砖地板上。平时出门，鞋跟不宜过高，鞋底太薄也不好，最好选择带有避震垫的运动鞋或健走鞋，既舒适又能减轻膝关节的冲击。穿鞋时把鞋带绑紧或选用魔鬼毡粘扣的鞋款，确保鞋子不会半脱落。若足部有变形，比如拇指外翻或痛风、糖尿病引起的足部问题，更要慎选宽松柔软的鞋，以免压迫摩擦。好的鞋子能矫正步态，防止跌倒，
减轻膝脚负担，是投资腿部健康的必要装备。最后强调每天保持适度的行走。前面虽然说光走路不够，但并不表示可以整天坐着不动。走路依然是最自然、最便利的全身运动，也是不花钱的良药。规律走路能维持腿部肌肉的基本活动量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还能开阔心情，提升平衡感。关键是适度二字，不要为了追求步数而勉强狂走，导致膝盖脚踝受伤，也不能因为怕累就整天不动。根据自身状况制定合适的步行目标，例如每天累积30分钟的走路时间，或分次走完3000到5000步。走路时抬头挺胸，摆动手臂，保持稍微比逛街快一点的步频，才能让心跳微微加快，达到锻炼效果。如果天气好，鼓励长者到户外走走，晒点太阳合成维生素 D， 呼吸新鲜空气，心肺功能也会改善。在户外行走要注意环境安全，避开车多的马路，选择公园步道或社区操场为佳。如果实在无法出门，在家原地踏步也行，或者利用走廊多来回行走。总之，动则不衰，懒则易老。每天走一走，腿部关节润滑液才会分泌，肌肉也保持活跃。不过正如陈医师所说，单靠日常随意走走远远不够，我们还需要前面提到的肌力训练来补强弱点，两者结合才能真正让双腿强健有力。综合上述4大习惯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锻炼腿部肌力，均衡营养补给，养成健康习惯，就是陈医师总结出的长寿腿秘诀。乍看之下都是平平无奇的基本招数，但往往越基本的道理越有用，也最容易被人忽视。如果您现在50-60岁开始遵循这些原则，您的腿部状况将比同龄人年轻许多。即使您已经70-80岁，只要医生评估允许，循序渐进地实践这些好习惯，一样可以慢慢恢复腿脚功能，逆转一些退化。曾有90多岁的老人在照护人员协助下进行简单的抬腿、坐立训练，几个月后竟能重新下地拄杖行走。可见人的潜能远超我们想象。重点是永远不要放弃对更健康的追求。试想一下，等我们活到80-90岁高龄时，是希望自己能够脚步稳健的四处走动，和老友下棋聊天，带重孙散步、逛公园，甚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还是只能日复一日坐在轮椅或卧病在床，哪里也去不了，生活起居全靠别人。差别就在于现在的选择。腿部健康是一辈子的功课，从现在开始善待你的双腿吧。每天花点时间动一动脚踝，做做踝泵，睡前泡个脚，抬抬腿，提醒自己别久坐，勤做下蹲和单脚平衡练习，多吃优质蛋白和蔬果，全方位的武装我们的腿。也许刚开始会懒会累，但请记住陈医师的忠告，不想将来坐轮椅拖累家人，现在再懒也要做。今日对自己的放任，就是明日对自己的残忍，而今日对自己的自律，将化为明日健康长寿的本钱。现在就站起来活动吧，你的腿就是你的第二生命，一步一步踏实走，好好养护，让它陪你走过人生的100岁旅程。